他还不接。哎，别，冷静，我再打。是不是找你有啥急事儿啊？老陈啊，刚才曲彤看见你了吗？看见了，而且好像还追出来了。怎么不接电话呀你？打多少遍了？你在哪儿呢？这有个女的来找你，她拿着那个刀捅着自己的脖子，她要死。死在店里头，你在哪儿呢？你怎么招人家女孩了？啊！开免提啊！我跟他说两句。好，你别挂啊！哎呀，那个老薛师傅，你先不要忙着报警，你先听听薛小伟怎么说。他应该不会想让你报警的。说，沈，别着急，让我跟他说几句话，不用报警，也不用慌，没事的，放心。过去。你不该到按摩院来的。等不了了，你现在马上回来，我有重要事情跟你说。你别逼我。曲彤，你不是这样的人。那你告诉我，我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好，等我20分钟。哥，说，婶儿。你婶儿个屁呀！你婶儿啊！你怎么给我惹出这么大事儿来啊？人家都闹到店里来了。你说，你把人姑娘怎么了啊？人在哪儿呢？在按摩床那儿。我们能单独谈谈吗？人江里，这就是你说的稳妥的地方吗？不是我。到那儿的时候，发现尸体被人提前运走了，不是我。什么？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情况太复杂了，我怕你做出什么不理智的举动，就像今天这样。
那证据？证据去哪了？没有了。是被挪尸的人一起拿走的。应该是。是吗？10月的死是个意外。我家的密码你也不知道是怎么弄到的。现在就连尸体还有证据都出了问题。苏慕凡，是你拿走了证据对吧？我没有。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徐总，你早就跟踪苏木星了是不是？他这段时间跟疯了一样，家门口要派一个人盯着，车一星期要修3次，就连去个工厂也时不时要回头。我以为他这样是要防止我对他下手。是你要杀他？不是，不是我。是你！你不要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你所用的那些手段太下作了。徐总，你在说什么？你给谁打电话？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现在这个时候，不管你遇到什么不对劲的事儿，你都要马上告诉我，你不能瞒着我，你要告诉我。闭嘴！曲彤，不是你，你到底想什么？你说的所有话都站不住脚，你一直在骗我。我真的是我想帮你。帮我？苏慕凡，我跟你什么关系？我不需要一个来路不明的陌生人了。我不相信。离我远一点，别联系了。曲彤，现在尸体出现了，警察会盯上你。这段时间先别回家，好吗？
这东墙来了。曲彤有消息了吗？云州警方那边都盯着呢，你放心吧。我把到目前为止的线索都整理了一下。18号，物业曾给曲彤发过短信，通知晚上要检修水箱。你们这次检修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就那组反映呢，家里卫生间水压低，抽水马桶回水特别慢，那我们就怀疑是不是水箱或者是管道哪儿堵了。你们一般提前多久通知业主？哦，当天贴的通告，业主留有电话的，我们也都短信告知了。那么，如果曲彤把苏木星的尸体放在水箱里，既符合尸体被放进密封袋里的逻辑，又解释了为什么那天下午他会出现在3姐饭馆的附近，而且要极力甩掉我们，赶回东江。再见。明白了，也就是说他的同伙苏木凡他们一起去处理尸体的。没错。但施木星的出现打乱了他们的计划。曲彤被带到了派出所，于是苏木凡独自转移了尸体。我们能不能把曲彤先控制起来？暂时还不行，苏木星的 DNA 比对结果还没出来，而且水箱在18号被清洁过，天台上的痕迹也被维修工人给破坏了，我们没有证据。那你打算怎么办呢？还是得先从抛尸地点下手。昨晚我模拟了他们的抛尸路线，它必须符合几个条件：第一，从东江开始，在王家坨和上游另一个回水湾中间；第二，要离曲彤家的位置比较近。曲彤家小区的保安在0点开始休息，那么这个时间段出入的车辆都没有记录。抛尸时间有可能是在19号的0点到天亮之前。再就是还要完全避开所有的道路监控。那符合这几个条件的，就只有这4个。但是还有一个我没有想通的就是，按照现在江水的流速，20号尸体应该出现在东江与云州之间的塘川镇，为什么会出现在云州？这是个回水湾是吧？那个上游是东江吗？对。这个我还没想清楚。没事，先按你的思路试试吧。万一呢，这4个点有突破口，对吧？行，那你跟李思义拿上地图去配合云州警方排查。那你呢？刚才云州三湾镇派出所打来电话，说找着了以前陈家村的老支书，我去看看，走访一下，看能不能找着苏木凡的消息。啊，正好，吴东把这个东西给周队都带上。哎，走了。哎呀，你等一下，这苏木凡回陈家村这个线索是人吴东发现的。哎，这都带走了。你点呗。老板，咱来5屉。周队，就是这位。你好，您是原陈家村的村支书吧？哎，对头，我就是陈勇。行，您请坐啊。你说啥子？我耳朵不太好，被炮弹整聋过。你声音说大点啊！您请坐。哦，要得要得。您还记得陈丽吗？哦，记得。小丽也算是我们家堂侄女儿。我记得66年的时候，我刚刚当村支书，小丽她就远嫁到了城里头了。
没过几年，我听说他男人死了，哎，孤儿寡母嘛，带着娃儿也不容易，所以他就回到村里来了。他孩子是苏木心吗？苏木心，苏木心。啊，对头对头，哎，那是个好娃儿喽，聪明，明事理，学习还好，那是那些年来我们全村的第一个大学生了。我听说他后来考上了国家干部，为人民服务哦。哎呀，也不枉费了当时全村的人为他上大学斗的那些钱喽。您记得苏木凡吗？哪个啊？苏木凡。记得他86年夏天，小丽确实把这个娃儿带回来过。那个时候我们才晓得，原来小丽她生的是一对双胞胎。这2个娃儿啊，简直长得一模一样。只是可惜了，那个苏木凡2个眼睛都是瞎的。兄弟，你把这个干啥？咋回事情啊？这是啥子事情想不通啊？哎呀，对面，哎呀，哎，小李，刚刚这还好好的，哪个火龙没有了嘛？我听到他和木凡吵架，好像是被逼火药了。啊！送我一只眼，大把手，快！哎，起来了，快！要点快嘛就是，快，走开！慢点啊！起来好了。妈，哎呀，谁说没生源？先说，走。母亲，你兄弟？不知道。我刚过来时，看到他跑起出去了。好，二叔，哎，你马上带2个人把他抓回来，快点！晓得，你们俩跟我走，走。我这趟回去啊！苏木凡，快站住！是我。你放。苏木凡后来呢？好，先是大家轮流把他看起的。哎呀，结果当时警察说是小丽个人喝了药，苏木凡他不算杀人。后来没过几天，大家一不留神没把他看到起，苏木凡他还是跑了。他兄弟说跳到江头去了。有发现，原地不动。从这个拖拽的痕迹啊，就是从这儿被拖着扔到江里了，那边草都被压平了。哎，老张，你们这地图标的还挺有道理的。这应该就是抛尸地点了。这样，我给西楚的人打电话，让他们过来保护现场。好。
怎么样？发现一组脚印，皮鞋，42码。根据大小和深度来看的话，嫌疑人身高应该在1.8米左右，体重75到80公斤。其他的呢？还有一组车轮印，轮轴距比普通的家用车略宽一些，应该是一辆商务型3厢轿车。胎纹的话就很普通，还需要回去再比对一下结果。周密，哎，来的正好，这就是目击证人。你好，说说吧，看见什么了？我就是那天跟我对象到这儿又回来了。快点！幸好他当时没有开车追上来。车是什么样的？天太黑了，只能看得出应该是辆轿车。什么牌子车？没看清。那个男的长什么样？只看到他穿个雨衣，还戴了帽子，看不清脸，还拉个铁锹，特别吓人。具体时间？不到2点半。怎么记这么清楚？我对象买了第2天的车票出去打工，那天晚上不能太晚回去，所以当时我专门看了时间，不会有错。你对象要去哪儿啊？江源。19号云州到江源的火车。不对，他买的是18号的票。到底18号凌晨还是19号？18号啊。抛尸时间有可能是在19号的0点到天亮之前。程明，你怎么看？抛尸时间与我们的推测不符，而且苏木凡还是个盲人，一定还有第3个人。老陈，你帮我确认一下，这个烟头跟我上回捡回来的那2个烟头一样吗？一样，连牌子都一样。小伟，你为啥让我捡这个烟头啊？而且，你这俩烟头哪儿来的？那你这么说，这烟头8九不离10就是富人家的，这烟是进口的，又难买又贵。反正不管是云州或者东江，我没见有人抽过。这是7月20号红庙街2手手机店的监控视频。根据我们之前走访了解的情况，苏木凡在1986年被他母亲陈丽找到之前，就已经因为受伤双目失明了。注意看这儿，他进出门的动作，门外一直有一只手在扶着他，说明他们对店内的监控死角非常熟悉，也意味着之前他们应该已经踩过点儿。他现在抬头看监控，让我们看到他的脸，这是故意的。明白了，他看不见，在不熟悉的地方辨别不了方向，所以他是个盲人。我更倾向于他是苏木凡，不是苏木新。门外的这只手，应该就是本案的第3人。那如果按照这个思路来梳理案情的话，通过法医的验尸结果，苏木新是7月15号死的。那么7月16号早晨，从东江和盛街施悦的家里走出来那个嫌疑人，是苏木凡。
和盛街案发现场的情况倒是也符合犯罪嫌疑人对现场并不熟悉的特征，并且也解释了为什么两个人会起了冲突。施虐案的案发现场也有很多不符常理的地方。之前在案情不明了的时候，我一直对犯罪嫌疑人是醉酒状态作案很疑惑。如果说他是假装醉酒，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所以就有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哦，我明白了。苏慕凡是个盲人，他想不露出任何破绽的假装苏木星，唯有借助醉酒的方式掩饰他眼睛看不到这一点，包括让保安帮他叫车到和盛街10月下楼来接他，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掩盖他行动的不便，是不是周队？那15号晚上从欧锦园小区出来的那个人就已经是苏慕凡了。这么说，曲彤和苏木星的家就是苏木星的死亡第一案发现场了。那曲彤跟苏木星家查了没有？没有，目前证据不足。DNA 结果出来之前，云州浮尸的身份无法确定，一切都在推测阶段。但我们不是什么都不能做。根据目前的证据链条，我认为有2个可以调查的方向：第一，尸体怎么被抛尸到云州？抛尸人到底是谁？根据目击证人的证词，抛尸时间是在7月18号凌晨，抛尸人是男性。那天我们师傅一直跟着曲彤，他没有时间和机会，再加上苏慕凡是个盲人，所以他俩都不可能是抛尸人。所以本案的第3人是谁，就非常重要。刚才我们技术那边已经比对出车辙印了。这抛尸的车辆大概率是一辆丰田佳美，应该是2000年或者是99年生产。这也是个重要突破口。首先排查卓尔公司有没有这辆车，第二就是要找到苏慕凡和曲彤。云州大队给来的消息，曲彤没有回到父母家，东江欧景园也没回去，这个人好像消失了。也可能是2个人一起藏匿。从种种迹象来看，苏慕凡和曲彤有可能是同案犯。快点，里面走啊！不要在中间的堵到街往里面走哈，后面的。里面走，搞快！哎，走。后面的搞快哈！快点！喝水。哎呀，那个叫什么名字啊？王东，东南西北的东。什么职务啊？卓尔食品行政主管。行政主管。那个车辆使用记录的原件呢？早就丢了。知道在做笔录吗？注意安全啊！后面的往前面走哈。注意安全啊！注意脚下。往前面走。往里面走啊！高快。兄弟啊！
小安啊，有什么事情吗？